些阴气太重的人，最好不要去医院或者殡仪馆这种地方上班，因为这类人比较容易看到和招惹上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件事是我表妹的诡异亲身经历。我的表妹学的医护专业，毕业之后就去了我们县城一家不错的3甲医院。刚做护士的前几个月，表妹还是劲头十足的，干活勤快，业务也熟练，和住院区的病人处得很好。可是过了几个月，就开始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这第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一天晚上查房送药，在经过一个病房的时候，她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，那声音很凄厉，就像那种垂死挣扎时发出的叫声。表妹以为病人出事了，赶紧推门进去，可是一进去，发现病房里的病人正在睡觉，根本不可能发出这种惨叫，而且病人本身也没听到任何声音。这件事情之后，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发生，比如在上厕所的时候，透过厕所隔间的门缝，看见一双穿着白鞋的脚，可是推门出去的时候又什么也没有。有一次看见走廊尽头有一位老人要下楼梯，表妹就赶紧追过去，想扶他下楼。可他走到那边的时候，老人又不见了。更离谱的一次是在办公室的墙上看见一张人脸，那个人脸不清楚，就一个轮廓，像是在笑。不过等他站起来靠近了，想再看清楚，却什么也看不到了。但是最恐怖的一件还是发生在他值夜班的晚上。那晚他在重症监护室值班，大约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表妹离开了护士站去上厕所。因为在1点的时候会有医生来查房，她怕到时候想上厕所影响工作，所以就提前去。厕所就在抢救室的同一条走廊上，又是半夜，所以一般人很少。表妹进去的时候就她一个人。表妹的胆子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总归是有一些心虚的。这大半夜的上公共厕所，换成男人也未必能心平气和。表妹抱着速战速决的想法，快速地上完了厕所，倒也没出什么幺蛾子。她走到了洗手台前洗手，拧开水龙头后却不出水，水龙头只是发出了咔嚓的声响。表妹心想着是不是停水了，却听到后面有高跟鞋的声音。表妹回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。女人表情高冷，长得倒有几分姿色。女人走到了镜子前，根本都没看表妹一眼。只见她默默地从包里拿出粉饼，开始往脸上抹粉。女人的动作很优雅，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。表妹心想着，都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要化妆？再结合她的穿着，不免就把这女人归类为风月场所的人员。谁知那红衣女人的眼神一下子就看向了自己，显得锐利至极，似乎看破了表妹当时的想法。表妹一时心虚无比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就主动和她说起了话，问她怎么那么晚还化妆。女人收回了眼神，又拿出了包里的口红。她也不看表妹，开始对着镜子抹口红，边说一会有人来接她。听到这话，表妹的第一反应是奇怪，这大半夜的谁会来医院接人呢？正想着，只见女人似乎已经化妆完毕，把口红塞进了包里，就打开了水龙头。一时间水哗哗地流了出来。表妹突然想到，刚刚明明没水的，怎么现在就有水了？便向女人的洗手池看去。只见女人的洗手池里全是红色的液体，水龙头里一股红色的水流正浇在她的手上。这一看就是一阵眩晕，胃里也是阵阵恶心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女人丝毫没有在意，正慢悠悠地搓着手。这时表妹发现女人的脸色变得惨白，而白色的皮肤星星点点的黑斑也是清晰可见。
表妹这时不敢再待在他旁边了，她捂着嘴，摇摇晃晃地后退了几步。就在这时，她又看见了更为惊人的一幕。只见女人后脑勺的位置上有一个大坑，血正从她的后脑勺噗噗地流出来，她的整个后背也都已经沾满了血。那一刹那，表妹的脑海中就只有2个字：逃命。她扭头不再看女人的身影，撒开了腿，以最快的速度跑离了厕所。不过好在女人并没有追上来，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对表妹不在意，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天晚上，她整个人都魂不守舍，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女人惨白的脸。到早上交班的时候，正好手术室的陈医生过来填资料，表妹就试探性地问了一下陈医生，昨晚是不是有个红衣女病人送过来抢救？陈医生看了一眼表妹，有些奇怪地说：你怎么知道？表妹有些心虚，但还想进一步确认是不是。陈医生不由得叹了口气说：昨晚是有个30多岁的女人送过来抢救，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，怪可惜的。自从那天表妹回去之后，整个人都处于失神状态。她反复地回忆起那女人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：是谁来接她？肯定不会是活人吧？而她即便是死了，也想漂漂亮亮地走。后来表妹还专门找人算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她似乎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老是能看到那些东西了。一来是医院是聚阴之地，二来她是基因体质，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她自己平时要带些具有阳气的东西，而且还要远离那些阴气十足的地方。之后她自己也考虑了很久，最终决定还是辞职不去医院了。一些偏远的农村，晚上最好不要一个人去上那些野外的公共厕所，特别是那个地方刚埋过死人，说不好门外正有个东西在偷偷地盯着你。大概10几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去同县的一个山村做实习教师，亲身经历过一件至今想起来都头皮发麻的事。当时和我一起去当支教老师的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李伟。村子条件比较落后，学校是一个破旧的2层楼，位于村西的一片山坳中。因为村子落后，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没有专门的宿舍，我们就住在学校1层的一个空闲教室。那天夜里大概10点左右，我和李伟批完作业，看了会书就要睡了。我这人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定得去上个大号，铺好床之后便拿着手电准备出门。可这时候却被李伟叫住了，问我干嘛去。这家伙平时也没那么多事。我转过头，有些茫然地看着他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蹲坑。就见他撇着嘴摇了摇头，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，说让我小心点。这让我更好奇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前几天这村里可刚死了个人，就埋在孝溪的山上。听到这，我哪还不知道这小子是想吓唬我，也没理他这话茬，扭头拿着手电就出门了。一出门，瞧着外面漆黑一片，连个月光都没有。说实话，当时心里本能的有些发怵，尤其是这学校的厕所还在学校外的那条马路边上，离着校门口得有近100米，而且这学校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。可眼下情急，我只能给自己壮了壮胆子，朝着大门外走去。乡村不比城市，到了深夜格外寂静不说，连个灯光都看不着。我打开手电，加快脚步，很快来到厕所，解开裤子蹲下就是一阵宣泄。大概几分钟后，正当我上完厕所起身时，只听厕所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听到这动静，我想肯定是李伟那小子悄悄溜出来，躲在厕所外面，准备吓我一跳。于是我冷笑一声，
边系腰带边调侃着喊道：“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”可话说完，厕所外却没了动静。我轻轻地走了出去，一出门猛然将手电照向厕所墙旁边，只见这地方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李伟身影。这时耳边再次传来那轻微的脚步声，顺着声音将手电打过去，只见大路上有2个人影走过，是往村里走的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只感叹这俩人胆子可真大，这个点走夜路不说，连个手电都不打。奇怪的是，黑暗中这2个人影的身高都不像大人，倒像是2个12、13岁的孩子。也许是察觉到了我，那2个人也站了下来，慢慢的转头看向了我。因为晚上拿手电照人脸有点不礼貌，于是我先将手电照向他们的身上。只见那2人的衣服十分的奇怪，是那种红红蓝蓝很鲜艳的颜色，根本不像是这个年代的服装。而且从马褂上的反光来看，这衣服显然不是什么布料，更像是油面的纸。这时我又注意到了那隐在黑暗中的半张脸，尤其是那2双红的有些妖艳的嘴唇，怎么看怎么透着诡异。见此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将手电光照在了他们的脸上。刹那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觉得后背直冒冷汗。这2人竟然是2个丧葬用的纸人。此时这2个纸人好似往前站了一步，那张阴森森的脸上扬起了诡异的笑容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看。看到这，我只觉得浑身一软，险些瘫倒在了地上。反应过来后，我扭头疯狂地朝着学校跑去，是边跑边喊，一边跑一边喊。跑出去之后，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，只见我丢在地上的手电，好巧不巧的正好照着那2个纸人。他们依旧站在那里，隐约间那诡异的笑容越发的瘆人了。好在这时李伟的声音响起了，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尖叫，出来看看情况。见到人了，心里也有底了。我进了学校大门后，一路狂奔到他的面前，结结巴巴地吼了几句有鬼，然后就把他推进了房间，接着又将房门关上，反锁好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我腿一软，靠着门就瘫坐在地上。刚开始李伟还以为我装的，可进门之后发现我浑身颤抖，脸色惨白，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于是蹲下身，轻声地询问起了事情的经过。我缓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将刚才的事和李伟说了一遍。听我说完，李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把我扶起来。我失魂落魄地上了床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钻进被窝便熄了灯。可躺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刚刚诡异的一幕，愣是熬到了第2天早上，天蒙蒙亮了才睡着。醒来后，我叫上李伟，忙着去了村里，跟村书记反映了这件事。在我们的坚持下，村书记只好给我们找了一个破旧的农家屋，虽然住的地方更破了，但毕竟是在村子里面了，心里也跟着他实多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几天村里刚死了人，我看到纸人的那天晚上正好是头七之日。当初下葬时，死者家里确实烧了2个纸人，可为什么让我给遇见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为什么80、90年代的农村那么多闹鬼的传说？甚至每个村都有那些传闻比较邪乎又吓人的地方。那种地方别说是晚上了，就算是白天也没人敢去。事情发生在1998年的绩溪山区一个叫大洼的村子里。大洼村跟许多的农村一样，稍年轻一点的人都去了城里打工，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儿童。此时正值入冬时节，
村里的张老六在山上打了一担柴，以备过冬时烧炕用。眼看着天要黑了，便背着向山下走。毕竟60多岁的人了，路过山腰处的鹰嘴崖山洞时有些累，本打算停下来歇歇的，可突然一股阴冷的气息由洞中吹出，正吹到张老六身上，激得他一个哆嗦。要说这鹰嘴崖山洞，张老六可不陌生，年轻时也不止一次进过。不过这几年山里闲人少了，几乎忘了还有这么个存在。这张老六让这阵冷风一吹，便下意识地向山洞方向一看，却见洞中似乎有一个人影，正一点点向外挪。这眼瞅着天要黑了，什么人还能往山洞里钻？张老六是越看越觉得奇怪，但那人影终究是没出来，像是在躲夕阳的光线一样，正好整个人留在了山洞的阴影里，看不见面容。不过从身影还是能看出，那是个孩子，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毛衣和蓝裤子，伸出一只小手向张老六招了一下，那意思是让他过去。别看没见到脸，但张老六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本村的孩子小亮。这小亮是村里中二家的孩子，失踪3、4天了，都以为被人贩子拐了。中二两口子这几天四处找，都快找疯了。一见是村里的小亮，张老六也是一惊，扔下柴就朝洞中跑去。可没想到，这小亮一见他跑来，竟然转身就朝山洞深处跑去。张老六自觉着跑得也够快了，可就是没追上，好像那小亮更快。没等张老六进洞跑几步，小亮很快就消失在了山洞深处，不见了踪影。小亮也是张老六眼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当然也急，可他却没敢往里面追，毕竟年纪大了。一串联刚才见到小亮的情景，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可这事也不能当作没看见啊，当晚就回了村，把这事告诉了村长。村长也是个利索人，一边给正在县里找孩子的中二两口子打了电话，一边召集了7、8个人连夜上了山。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，夜风阵阵，吹得树枝子直响，跟有人哭似的。村里的汉子也胆大，打起手电筒就由村长带着进了山洞。不过要说不紧张也是装的，每个人心都提着，也没人说话。可越是这样，还越出了事。正在这时，扑啦啦一阵声响，一大群黑乎乎的东西向几个人扑了过来。几个人吓得不轻，可很快也就发现是一大群蝙蝠被众人惊动，从里面飞了出来。不过经过这一阵惊吓，几个人紧绷的神经也算是得到了一丝缓解，又炸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听走在前面的村长大叫了一声。几个人慌忙跑到前面一看，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。跟张老六预感到的一样，小亮的确是在里面，不过已经死了。更可怕的是他的表情，一脸的惊恐，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很大。虽然早有了最坏的打算，但看到小亮这个死法，大家还是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冷。因为这死法很明显是他生前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，像是活生生吓死的一样。这里面最害怕的还是张老六，毕竟下午他是真的看到过小亮的，这不就是活见鬼了吗？虽然是害怕，但村里人热心，还是七手八脚把小亮的尸体从洞中弄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中二夫妻俩也从镇上赶了回来，见到儿子的尸体，哭得都快晕死过去了。警察是第2天赶到的，经过法医检查，小亮还真没什么外伤，死因是心脏骤停，但血液内肾上腺激素过量，也就是说，小亮还真是在极端恐惧下被吓死的。
从那以后，这鹰嘴崖山洞闹鬼的事一度在村里传得很吓人，几乎没人再敢从那附近走。可至于那里面到底有什么，谁也说不清。后来村里决定在开春时找人把山洞给永久堵上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被鬼吃过的东西会变淡吗？据说鬼神会吸收掉食物的精气或者香火气，不仅味道会变淡，就连它们的腐败速度也会变快。这个故事是我小姑的亲身经历，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候大家都穷，奶奶进城卖山货，换回一袋子面，能做顿白面馒头，就算是给全家改善生活了。小姑那年11、12岁，不过在那些年已经很懂事了。放学后就一直给奶奶打下手。那天已经黑了下来，奶奶进里屋去切面条，留着小姑在灶房中边烧火，边期待着大白馒头出锅。也就在这时候，院外一阵凉风吹来，小姑余光发现院门口好像有一个人影在晃动。向门外一看，可不，一个人不知在门口多久了，一动不动地向屋里看。天色比较暗，根本看不清长相，只能看到是个男人，头发挺长，披散着，整个身形看着十分瘦弱，穿的应该是一件长衫，一直盯着冒热气的大锅不动，也不说话。那个年代偷小孩的事时有发生，小姑看到这么一个人，顿时害怕了，赶紧喊我奶奶。可等奶奶出来往门口一看，哪有什么人，弄得小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见小姑说的认真，奶奶还是到大门口看了一眼，可也没见到什么人。难道是自己看错了？不过既然人没了，小姑也没多想，继续烧火等着馒头出锅。就在馒头马上要好的时候，奶奶出了门去村口迎爷爷。终于热气升腾，小姑算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忍不住掀开锅盖，顿时就是一屋子的面香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发现大门口处人影一闪，果然刚才那人又出现了，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大锅。因为此时家里没大人，小姑还有些紧张，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影也没说话，抬手指了指大锅，就见那人的手瘦得皮包着骨头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。看到这人指着这锅馒头，小姑终于松了口气，心想这人肯定是路过的乞丐，闻到蒸馒头的香味，馋得走不动道了。明白是明白了，可小姑有点舍不得，这大白面馒头自己家一年也吃不上几回。那个乞丐对小姑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的，眼睛还是一直盯着冒气的大锅，不是人贩子，小姑也就不怕了，还走进了院门去看。那乞丐虽然衣着破烂，倒并不脏，也没什么臭味。小姑说，就是觉得他的眼睛有些吓人，好像没有瞳孔，只有眼白。小姑那时以为他是个又聋又哑的老人，就有些可怜起来。当时还想招呼着那人进屋吃。这乞丐一听，似乎本想进门，但突然又停住了，抬头看了一眼门上贴着的门神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又退了回去。小姑当时并没多想，回头一见那乞丐没进屋，还觉得他挺懂规矩的。那些年好多人家不愿让这穷神进门，他们也明白，大多都是堵在门口等着一口吃食。看着他瑟瑟发抖的身体，小姑更是同情了，转身回屋就拿了个刚出锅的大白馒头出来。那乞丐一见大馒头，眼睛一下就亮了，依了下手，就急匆匆地接了过去。也不知是饿得很了，还是馋得很了，转身背着小姑就啃了起来。那人吃得很急，弄得小姑也不好意思在一边看。
加上也惦记着锅里的馒头该出锅了，就先回了屋，也不知那乞丐是什么时候走的。小姑这边馒头刚出了锅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奶奶的声音，问小姑咋把馒头扔地上了。小姑一转头，就看到我奶奶手里拿着一个馒头，气愤地走了进来。奶奶将馒头上脏了的地方撕下来，吃了一口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很快又吐了出来。小姑看奶奶脸色不对地盯着那个馒头，便忙着把刚才的一切说了出来。可接下来奶奶的一番话可是把小姑吓得不轻。奶奶说小姑是遇到饿死鬼了，鬼吃东西就光吃胃。小姑还想细问，奶奶却没再多说。小姑说事后她想了想，那乞丐的确不对劲，好像大人都看不到，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，而且看见门神也不敢进，怕是真像奶奶说的那样，是个过路的饿死鬼。人在死后的头七回魂液为什么会变成动物回来，而不是鬼魂形状的？答案是六道轮回。事情发生在2010年，安徽省蚌埠市东流集镇，张似水家出了白事。张似水的儿子张立出了车祸，今晚正是头七。张老汉给儿子做了最后一顿头七饭，等着儿子回魂。张似水的老婆死得早，他一个人把儿子慢慢拉扯得成了人，中间的苦只有自己知道。好在张立很懂事，高中毕业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城里打拼见识外面的世界，而是留在了家里做起了小买卖，就为了陪着爹。可没想到好日子没过上几天，21岁的张立就撒手人寰，留下了张老汉一人。张似水把摞好的草灰铺在了家门口，这是本地的传统，为了看看儿子托生了什么。忙完了这一切，张似水搬了个板凳坐在了后门边。据说这一天家人是要回避的。老汉在家门口点起了一袋烟，静静地抽了2口。张似水又想起了7天以前那场夺走儿子生命的惨烈车祸。7天前，张立早早地起来，拉了一小车的水果去邻镇上赶集。突然后面的公路上传来了大型货车的轰鸣声，还没等张立反应过来，一辆蓝色的集装箱货车朝着自己撞了过来。惨剧就在一瞬间发生了，直到货车被3轮车憋停，疲劳驾驶的大货车司机吴强才从迷糊中反应过来，而这时张立已经被卷在了车轮以下，扭曲的身体夹在了车轮和车厢之间，鲜血喷溅的到处都是，头颅破碎，身体像块破布。张立的眼睛一直瞪得圆圆的，他可能到死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当司机吴强下车看到这恐怖的一幕时，他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，他也知道接下来的麻烦会让自己陷入深渊的。他没有犹豫就做了决定，逃逸。张立的尸体被他昧着良心地抛在了路边，一个鲜活的21岁生命就像一滩烂肉一样被扔到了草丛里。张似水想起儿子最后那凄惨的样子，不由得老泪纵横。这时屋里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声音，像是人轻轻的脚步声。难道是儿子真的回来了吗？张老汉强忍着冲进去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冲动，低头哽咽着，怕冲散了儿子的魂魄。与此同时，货车司机吴强的家里，吴强这几天整日恍恍惚惚，不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根本睡不着觉。那天出了车祸以后，他把车擦洗过后藏了起来，可是那天的恐怖画面却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今天喝了些酒，本想直接去床上睡觉，可是从身后却传来了阴冷的感觉。他回过头来，看到身后被自己撞死的人就站在身后。
扭动着破碎的身体向自己逼近。那恐怖的画面吓得他浑身血液都凉了。尸体满身鲜血，拖着肚肠慢慢地向着自己逼近，一双布满鲜血的手朝着自己伸出。吴强惊恐地拼命向后躲避，为了躲避那双血手，没有留意身后，一下子撞破了窗户，掉下楼去。10层楼的高度让吴强瞬间被摔死，破碎的玻璃扎遍了全身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人们看到他的尸体时，却发现他的尸体上有很多动物的爪印，像是猫爪。时间转眼到了4更天，张老汉看看时间，也差不多到了。张老汉收起了板凳，想回屋看看，把韭菜撤掉。可是没想到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草灰上多出了一道猫的脚印。